们叫阿架，就是一个阿妈，一个阿姨，她就上车了，然后就路上就有好几个检查站，我们一共3-4个检查站吧，经过了，然后就有个检查站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就叫出来，然后就检查身份证，当时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把身份证给他。但是那个就是路上上去的那个阿佳，他没有拿身份证，他就没有带。然后那个警察居然让他走回去，就是你知道那个青藏高原是非常寒冷的，3月份是吧？那很寒冷，他居然让他原路走回去，我当时觉得这不对吧？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很多人，不能去拉萨这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你想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出行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当时你看我在那个学校工作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比较重要的老师，他也是一个文化名人，也是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诙谐幽默的人，他整个3月4月都是没有办法出行的，他的身份证就直接被 took away， 就是被别人拿走了。所谓不能出行，就是身份证被拿走了。对，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上升的道路，就是说你 either 去做和尚，或者是你去念书，你去念和尚，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佛学院，或者你去念书就是考大学，那这些都是做成知识分子的一个方式。我身边所有人都跟我抱怨的主要的点就是他们现在不让小和尚出家了，就是比较小的那个11、12岁的和尚，他们不允许你出家，他们一定要让你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完9年制义务教育，然后你最好是成年之后再出家，或者是你拿到9年制义务教育，拿到初中毕业证了，你再出家。咱们国家很有钱嘛，对不对？就买了非常多的毒药，所以就是一瞬间这个叔叔全部死了。天，对，然后就大家以为这个草原它就和谐了，就和谐了，就好起来了，对吧？然后可是事情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就是鼠兔死了之后，他的天敌就是吃鼠兔的尸体，然后导致他的天敌全部闹死了，然后导致鼠兔变得更多了，因为他们没有天敌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他们的天敌是很难你再去找到他们，就是把他们培育出来，这个野性的这个天敌是很难找到。老鹰啊，包括这个雪豹。Ginger，嗨，你好，很开心。今天在纽约，我们在这个北纬40度空间哈，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然后他们专门给我们建了这么一个场地，让我们来跟你拍摄和采访。我知道这个访问对你是第一次在镜头面前。对，第一次上电视，我非常紧张。不是电视，没关系，我们是数字媒体，不用紧张。所以欢迎你跟我访问，真的欢迎你上大声。谢谢你来采访我。我其实一直小时候在想，以后上电视的时候说什么，想了可能好多次，然后终于就是不期而遇。然后一个朋友突然问我，哎，你要不要接受无畏采访？我说可以啊，对啊。然后其实我当时还在想要不要推辞一下，后来想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对，所以就来找你。太好了，你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这是你第一次上镜，因为意义挺不一样的。因为你现在做的事情，还有你现在面对的处境，其实在这个中国的话语里面，就是中共的这个体系话语里面，你在做一件所谓很危险的事情或者很敏感的事情。所以得先请你讲一下，你自己，你怎么介绍你自己？我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然后我也是大学在中国念，然后我现在呢在美国这边，然后我有2个组织，都是一个 activist group，一个是华语青年挺当会，它现在呢有一部分是媒体的这个功能，还有一部分也是在做一些社会动员的，我们叫倡导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个组织叫擦星星事务所，这乍听起来很多人觉得你是不是一个法律事务所，然后里面就有很多提供这种 legal support 的人，但其实我们是如果你们在网上找我们的 Instagram 的话，我们把自己归类为一个就是清洁服务组织。对，因为它听起来可能像一个，有台湾朋友说它像一个儿教机构的名字，或者是像一个什么给人打扫卫生的这种公司的名字。对，但其实我们是一个在旧金山北加州湾区本地的一个社群。
然后我们吸纳了很多各个话题的一些我们说的中国犯罪，但其实我们自己会觉得我们是一个中文的讲华语的行动者。然后我们会定期的针对不同的话题，去 run 一些活动，其实就是一个 event planner。我们会组织，比如说读书会啊、观影会啊，然后请教授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亲历者来做一些讲座，做一些workshop。我们是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基层的在地的一些社会动员。所以如果用一句话介绍，就是你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的，你是95后对不对？对，我是95后。年轻的行动者，但是你名下有2个其实现在在海外中文在华语圈很受关注的组织，一个是叫华语青年挺藏会，一个叫擦星星。关于这个挺藏会，去年在很多新闻媒体里有报道，尤其是国际的媒体哈，我相信可能国内媒体中文媒体就很少讲，因为好像发生了一个很让人紧张、很政治上很危险的事情，是你们有一个重要的成员张雅迪 Tara，他在回中国探亲的时候就被抓了，然后给的罪名是煽动分裂，对，煽动分裂国家。然后他现在已经被捕了半年多了，是没错。然后所以因为张雅迪被抓，所以这个华语挺藏会，这个华语青年挺藏会，华语青年挺藏会这个组织好像就一下跳到大家的眼前，而且其实在这个之前，你已经有很多的这种活动、行动和表达、公务表达，你要做的这个挺藏会，在很多人看来是挺陌生的，所以先请你认认真真的，就是对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人讲一下这个华语青年挺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然后你想做什么在这个机构里面？我想做一个倡导机构，就是我想让更多的华人对西藏的知识文化有一个了解，然后我也希望在建立一个平台，让汉藏之间的我的朋友，因为我自己有很多藏族的朋友，有很多汉人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希望他们之间能有一个对话的一个空间，这是我最开始想做的一个事情。2年前的我们叫 Losar， 就是藏历的新年的时候，我朋友他邀请我去跳舞，就是去那个藏人的社区跳舞。然后我没去，因为当时我好像特别抑郁，因为什么事儿，然后我就整个人特别 emo 在家，然后我朋友就发了好多他跳舞的视频给我。我当时心里边特别酸，特别难过，然后我就说：“天哪！一个是我很后悔，一个是我突然意识到，那个 moment， 我觉得我需要做点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把我其实已经早就写好的一些文字发出来，然后做了一个社交媒体贴图，然后去做了一个全新的 Instagram 账号，然后我们组织就诞生了。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对，然后也是因为那个社交媒体 post 的，我招募到了我的第一个成员，然后我不断的把我自己想扔出来，然后跟大家说我想干嘛，我想支持西藏啊，我是一个华人，我觉得我把我这些年心里面一直窝在心里的话，我就拿出来说一些，然后逐渐的我招到了很多我的成员，然后后来慢慢的我们自己也想到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媒体，就是用中文在华语世界来传播关于西藏的知识、政治、经济文化，还有去做一个2方面的这种信息的交流，因为其实汉族和藏族之间的这种信息的隔膜是非常非常深的。那我们就是一个 bridge builder， 我们可以在汉藏之间筑桥，然后让两边的信息能够有一个流通。然后也是后来遇到很多美好的事情，当然也包括去年我们遇到的这种浩劫，让我们逐渐的壮大，然后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一听有好多问题要问，当然我是完全来自就是我们咱们假设先用简中思维来想象你在做什么哈。因为在过去中文这几十年的教育，尤其是党国的这种教育里面，一听到一个汉人在海外自己做了一个支持藏人的组织，第一反应会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事情。
当然我知道你会说，我也想听你说，就是为什么你不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上很敏感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第一大家有这种反应，可是你在这样的一个政治语言环境下，你为什么还第一反应我要做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接触藏人是我可能是跟藏文化接触比较多，然后我是直接认识很多藏族人，然后信藏传佛教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都是穿着拖鞋见我，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喝酒啊、喝茶这样，我就觉得他们好像就是我的普通的朋友一样，只是说他们有不同的 lifestyle， 所以我就会觉得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对对对，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我就会觉得他们好像就是他们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其实和我们想的很多都完全一样，完全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反贼和我们的华语的这些反贼，就是你身边你访过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看的，就是在内地的这个藏人，他们对，所以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没有这种恐惧也好，或者是把他们异类化的这种感觉。包括我其实很多华语世界对他们的一些谣言诋毁，比如说他们是农奴，说他们有那个什么把一个哑巴姐姐的皮包了，然后去做一个人皮骨那样的事情，我都是出国了之后我才说，哦，原来汉人是这样侮辱藏人的，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好多华人都是他深信不疑对这些事情，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在这种文化的误解当中去做一些事情，去辟谣？那我觉得以前我也经常看一个纪录片，叫什么谣言终结者，是吧？我当时就觉得哇，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感觉好酷啊！对，然后而且做我的工作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 amazing 的一个点，就是你会知道好多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在挖宝，你在挖一个宝藏，然后你会，而且你最后发现你挖的那些宝藏，他们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对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未来的走向都是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的。而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件事情人不多，就你是其中一个，那种感觉，就感觉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实现人生的意义的那种感觉。对，这是回看吧，回看的话我会有这种感觉。对，听着很兴奋。对，其实再想一下，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空间，你发现原来你可能很多汉人想当然的很多事情，然后你到这儿发现，哎，它是误解，它是歧视。对，然后你是汉人对吧？对，我是汉人，对，父母都是汉人。对，所以又要问，我相信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就是你来自一个汉人家庭，但是你来自云南，我们还会再说，云南本身就是多民族汇聚的地方，而且就有这种自由的不羁的这种气息，我觉得在你身上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对，然后我想问的是，就是肯定好多人问你，作为一个汉人，你为什么要专门做而且你叫挺藏，我知道你说过你不叫原藏，你叫什么？你为什么要做挺藏会这件事？就为什么这件事在你来说现在觉得比其他事情重要？对，我觉得我很早就是，其实我在我初中、高中都是云南，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云南上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人啊，我能说吗？你哪年出生的？我是95年出生的。国安能知道的事情我都可以告诉大家。所以你是95年出生在云南？对对对，我其实不是在云南出生的，我是在别的省份，因为我妈妈她其实都不是云南的人，对，然后但是她1、2岁就把我带到云南，然后我也是一直在那边长大。云南哪儿？我能知道吗？对，就我一直大概都是在昆明周边的一些县城啊到处转。对，我在大理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对，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小时候我是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的身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identity crisis， 就身份的危机。对，我当时是没有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当然因为我会有一点想，我到底是哪里人啊？我会怎么样？我说方言，我会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好像没有说我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去思考，或者说站在一个你是不同的 local 或者是外来者的那个角度，好像那个时候没有太明确的这种感觉。是直到我去上大学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和我身边所有人的思考方式都非常非常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我当时我记得我上大一的时候，你是去浙江杭州上的大学？对，我在杭州师范大学是大学毕业的。我当时大一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特别勤奋的学长，然后他每天6点钟就爬起来，因为他当时要考研，然后就爬起来念书。然后我又是一个非常懒散的人，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完全做不到。我说天哪，你真是太勤快了。我就说你真的好刻苦。然后他说当然了，我们是好像是华夏儿女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被这个词震到，我说华夏儿女，华夏儿女是什么？对，说什么勤劳的华夏儿女之类的，什么炎黄子孙之类，他说了一些这样的话。他是真诚的说吗？他不是，有点像开玩笑。他说这个勤劳的华夏儿女之类的，就大概是这样说，就好像他高中也都是这样过，所以他再重新过一遍这样生活。但是我上高中其实是非常轻松的，但是我突然就意识到我的生活方式跟他们真的非常不一样。你让我每天7点钟起来念书，我做不到，我完全做不到那样的生活，就那种衡水式的高中。我觉得我的大部分的朋友，大部分的大学的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非常的刻苦。然后你能感觉到他为了考那个大学是非常非常用力，非常努力的。但我的高中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最开始高一的时候开家长会，我们那个家长会的老师他就说你们在座的呢都是云南的学生的家长，其实是全中国就是学业压力最轻松的学生，所以你们都是其实最 easy 的家长，最轻松的家长。然后我们学校是全云南省最轻松的高中，所以祝贺你们是全中国最轻松的家长。然后我妈当时就非常高兴，说太好了，我什么都不用管，你随便吧，就这样。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感觉是比较自由的环境下长大的。然后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他们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也都没有上过大学。对，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在我上高2、高3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办法辅导我的作业了，他们就随便我，只要保证我就是不欠作业，不为了请家长就可以了，剩下的东西就想看什么书就你自己随便看这样。所以其实你是所谓放养长大的孩子。对，我真的是放养长大的一个孩子。对，但这个在中国那样很内卷、很高压，然后其实学校可能系统的它并不是培养自由的人，它可能是压制你的自由的环境里头，其实是个很幸运的事情，是不是？对，我可能真的就是我是后来才意识到，我发现这个我身边的朋友他好像思考的方式行为举止好像都很类似，但我就感觉我就像一个野人。然后你自己说出来这个话很好，因为我也觉得你身上充满了这个原始的这种自由的气息，特别好，就是没有受过欺负的感觉。当然欺负也是受过的，霸凌什么的。对，可是你就会觉得野人，对，你就会有那种强大的，就是说自由是我天生的，然后我现在的不自由是你把我夺走了，就会有那种很强大的信念。我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有很强大的信念，这样子。所以要专门讲一下，因为天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大声现在变成了一个代际访谈，然后我对95后我很感兴趣，因为前段时间采了这个李厚成，结果发现有很多的80后的样本，当95后说我觉得太好了，我的观众年龄段又下降了，我特别开心。所以其实你在的那个中国，天哪，95后怎么形容呢？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跟其他人的不一样，还有你刚才说到一个词就是不自由。我想问的是，自由如果你觉得是天生的，你感受到了什么东西是不自由？让你发现有自由和不自由这件事儿。我记得我当时考高中的时候，我当时拼了命的想考我最后考上的那所高中，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不想穿校服，因为我那个高中它不需要，它就是可能一周只用1天穿校服，然后剩下的高中可能都是每天都需要穿校服，对，然后我那个高中它有很多的选修课啊什么的，然后别的学校好像都没有这些东西，都是感觉就只是在念书，就这种在县城上那种衡水式的那种高压的高中一样。但是可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从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很孤独，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找各种各样的书看，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是我每天都被困在学校里面，然后穿着校服，我就觉得那种生活就感觉跟监狱似的，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我觉得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进到最自由的地方，然后让我自我发挥这样子。所以我然后小时候好像就有那种为了自由去拼搏的那种动力，对，所以就好像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觉得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学生，就是在大城市生活的这种学生，可能都是上地铁啊、公交，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去上课。但是我小时候都是经常走路去上课，或者是骑自行车。然后你其实就非常 flexible， 你可以下课之后去朋友家玩，然后你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回家，你可以去好多地方玩。对，然后你那种自由，就你可以自己安排很多的事儿。而且我以前经常周末的时候自己骑自行车去书店，因为我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书，我就自己去图书馆、去书店，我这些地方都可以自己骑自行车去，而且都是安全的，父母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些东西都我可以自己来控制。我特别向往那种骑着自行车的感觉，就是那个风呼呼在身边吹，然后云南的天气也很好嘛，然后有的时候听一下歌，然后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那种洋溢的感觉，是我后来搬到大城市居住以后，我就很难找到那种感觉了。对，是你有这种自由的感觉，还是大家都有，还是只有你有？对，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他是没有的。我后来才意识到，哦，他们可能都是没有的。他们觉得 it's totally fine 去坐公交车、坐地铁，然后按部就班的在那个城市里面，就一周可能就去公园看一次花，去爬一次山就觉得足够了。但我就觉得我完全不行啊！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最大的抱怨就是我们学校的那些树都光秃秃的，就没有什么自然的感觉。我就觉得我被囚禁在了一个水泥的盒子里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很可悲。虽然其实上大学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更自由的状态，对，可是我当时就觉得我被安排在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我应该在的位置，然后别人认为我的生活需要有一个 schedule， 然后怎么样，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尊重我是一个人，我有就是自由的思考的方式，我就是想半夜跟我朋友聊天，半夜去看演唱会，然后我就是不想回宿舍，可是宿舍就会觉得你应该晚上12点之前回宿舍，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东西一切都就是在疯狂的禁锢我，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回看我的在国内的那种 struggle，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那种自由有关，但是我身边的很多人其实是大部分的朋友大部分的同学其实都是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很木然，所以我就是云南话说他们木瞪瞪的，然后所以我跟我一起 hang out 的朋友，跟我一起玩的朋友，好像都是有点怪怪的朋友，都是有一点，或者是我带着他去做一点坏事儿。我记得我当时在美国第一次上班的时候，我就拉着一个特别乖乖的白人小孩长大的，然后后来是上法学院的一个小孩，然后当时我们俩其实是在雪场里面打工，打那种像假期工那种。他在那个雪场待了1个月，他都没有到那个雪场的最上面去看过。然后我那次就是第一次上班，在雪场第一次上班，我说：“哎，你有没有上去过看一下风景？”他说：“没有上去，没有人带我。”然后我就把他手一拉，我就带他上去看最漂亮的风景。我就觉得天哪，我来这儿享受的，我又不是过来帮你去给资本主义拧螺丝啊什么的，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要享受我的每一分钟，然后 I deserve it， 就是我有很强的那种信念。对，还是要往深了问你，就你觉得是人人都有这种自由的本能，只不过是后面的环境给压掉了，还是你天生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你发现这个是你天生的，别人拿不掉的，环境也改造不了的东西。我觉得自由是每个人最开始的时候都自由的，但是其实就很不幸，教育。我觉得这个教育的体系，包括学校的整个制度，其实它是在疯狂的压抑人性的，就是在非常体制化的压抑人性。你的幼儿园的教育开始，在中国的那种应试的教育，对，所以其实我去上那个师范大学，也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教育就会把人就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去培养。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我觉得我想去研究一下这个人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可能也跟我后来去学人类学也有关系，对，所以我当时就有很强大的动力，特别是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个瞬间，我发现我跟我周围的人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是我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就是
就我身边的人啊，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所以他们都觉得你要考一个就是能找着工作的专业，然后什么东西比较好，因为我是学 science 学理科的嘛，学什么东西比较好找工作你就填什么。然后我当时就看了那些什么各种理工大学，我就觉得天哪，谁要去学挖矿啊？神经病，数控，建筑，谁要修房子？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去修房子？我就充满了职业歧视。对呀，对不起，没事没事，你讲。但是我就觉得你如此早的进入到一个职业化的训练序列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 ridiculous， 就是你上大学是要解决你人生的困惑的呀。我的人生当时最大的2个困惑呢，一个就是说，教育在束缚人，在规训人，然后我当时觉得好像不应该这样，我得找一个别的方式做教育，就是别的方式让人在自由的地方长大生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其次就是我觉得当时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有好多人就是抑郁症，然后特别是女性，我身边的所有的阿姨，她们就会，你知道，女人之间就会聚会，然后就都在抱怨，就很难过，然后就抱怨自己的婚姻、这些小孩，然后就感觉她们都很难受，然后，我觉得我想学一些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就那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心理健康这个事情。在中国好像就根本不存在这件事情，大家好像每个人只要有钱就会心理很健康，没有钱心理就很不健康。我当时就觉得应该也不是这样吧，我认识好多阿姨好有钱，然后可是她还是开着很漂亮的、很豪气的车，可是她每天还是非常的焦虑或者是不高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得需要找一个尺子去衡量一下，到底什么是幸福。对，我很想去测量一下这个东西，学理科嘛，可能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你要去测量。对，我当时很想测量一下，就是你钱不能测量幸福，那比如说漂不漂亮也没有办法测量幸福，那到底什么样可以测量幸福？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混社团啊什么的，高中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心理健康社、心理社，然后当时我们就知道有那种 survey， 就是有这种量表，然后你就可以测量一个人的这种焦虑程度啊，怎么样，有些很多数据。我当时作为一个理科生的，我就觉得 this is so accurate, I'm going to do it， 太精准了，太好了。对，我觉得我如果是大学，我可以学变成一个这样的大师，然后可以帮人就变得更幸福，从这种抑郁的、焦虑的状态当中走出来。我觉得哇，那真的太好了。然后我如果是我未来的人生，可以变成一个就是能够用这样的专业的方式帮助别人的人，我觉得那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就选了我那个专业，就是心理学。对对对。然后你等于就去了一个师范大学去学心理学。那这个专业的既定就业路线是什么呢？当时很多都是有在医院做心理咨询师，对，然后也有在最普遍的，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所以最普遍的是在学校里面做心理老师。对，有心理课可以讲，然后也在学校里面做心理咨询师，就是学生也会过来做咨询。对，然后我是在精神病院实习过2次的。对，就这个好像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意思的经历，对对对。但是其实我是这个经历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是很想在我未来在那样的地方工作。我觉得我大概在大3、大4的时候，大3吧。我意识到我好像不是很想做心理健康这个事儿，对。然后我当时呢，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有想做一件事儿的人，我就是天生不安分，所以我就开始加入了一个实验室，然后就开始做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些数据分析，然后帮助老师做研究，看了很多论文，因为我很想测量就是幸福，你知道吗？就是我很想测量人的不高兴这些东西，所以我当时帮老师做了很多这种叫什么研究助理这样的工作，对。然后我后来呢，大4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学者，美国的一个学者就问我的老师说：“哎，你有没有就是比较好一点的学生，有这个学术素养的学生？然后我希望他能帮我到这个云南去做一些田野调查，去帮我收集一些数据，做一些访谈，然后做一些翻译。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事我可以干啊！就是我们老师跟我说了一下这个机会，我说，哎，这个事我可以干，我很乐意。对，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很新颖，而且我当时已经开始看很多比如说像我的梁山兄弟这样的，就是其实非常区域化的研究特定的一个少数族群的一些书，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跟我当时自己学的这种就是人的认知的心理的差异很有关系。我觉得
我觉得它就是在我的领域之内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其实是非常兴奋的，所以我当时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想做一个我都会跟别人说我想做一个 researcher， 人类学者，而且是对，我后来就是去做一个交叉学科，对，叫现在有叫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这样子，对我当时很想去做一个交叉学科，就是一个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一个交叉的一个学者。那怎么你在什么点上又突然反应过来这个藏人藏区这是一个事儿，还是说你这件事情是后来到美国才发现的？这个事情完全就是出乎意料，就是我当时就是想做学者，然后或者是我当时也会有一点想拍电影啊什么的，就是我学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年轻嘛，我自己你知道向往自由，就是会到处探索自己想做的事儿，对。然后我是因为当时我想给一个机构工作，然后我就开始给那个机构，因为那个机构其实我学的那个专业它没有对应的这个职位给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找这个机构它缺什么，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机构它缺人做网站，因为它没有一个就那个机构做了很多年，但是他没有任何人把他的东西放在网上。然后我当时其实我当时自己也不会写代码那些，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学一学应该也没有很难，然后我就跟那个机构说，我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然后大概多少钱？然后就一天编程没学过，可以给人家做网站，你就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大概研究过一下，我从小到大很喜欢拆东西啊，小时候我家开网吧，所以我就经常就是修电脑，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好分内的事儿，我觉得应该没有很难的，就是我就把这个活儿给揽下来了，我去做，然后就帮这个机构做网站，然后当时给他们做了一个数据库，做了一个就基本上可以把他们的视频都放在一个内部的网站上，然后你一点就可以打开，就像自己有一个电视盒子那样子的感觉。我帮着他做网站的这个机构，他是在做一件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为什么想帮他做网站？就是因为我很认可他在做的事情，我非常认同，我想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对，就是他们动员了我，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就觉得我要融入他们，就是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把这个相机，给牧民、给农民、给这个村子里的村民，让他们自己拍自己的生活。对，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会看那种超级多的纪录片，你知道这个云南卫视会放那种各种各样的全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民族的，对吧？他们的风土人情的那种，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我就觉得这个很不舒服，让我觉得，因为你那个时候是没有词语的，你的内心，你没有 narrative， 你没有一个是觉得我要表达我怎么不舒服，我就觉得他们很有侵入性，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群侵略者，然后拿着像枪一样的相机冲入了别人的生活，然后命令别人把你的生活展现给我看，对，所以我当时我知道了这个机构在做的事情，就是他教这个村民牧民怎么使用相机，然后怎么去剪辑视频，然后怎么去把一个短片做出来，然后给大家去展示自己的生活。而且这个片子它并不是为了拍给别人看，让别人高兴，就让外面的人高兴，它是拍给自己的家人看，拍给自己的社区看的。我当时觉得哇，这个事情太有意义了。我要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然后但是我也不会拍视频，我也不是人类学家，我要怎么成为他的一部分？后来我就觉得，但是我很会修电脑啊，我可以变成他们的这个 tech person， 搞技术，对，所以我就开始给他们做网站，然后他们呢有很多合作伙伴，然后我之后去青海工作的那个学校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合作伙伴，那相当于是我在那边做的，基本上比如说网站啊，基本上东西都做好了之后，他们说，哎，Ginger那个这个青海的黄河边上有一个学校，然后他们好像也很需要一个类似的东西，对，所以就是当时需要一个电子阅览室，然后把他们就是培养学生拍的那些片子都放进去，然后给他们做一套系统，然后他们问我能不能去，我当时觉得，哎呀，那太好了，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当时的同事去藏区出差做项目都是。就睡在草原上的帐篷里面，然后都是跟藏人一样那样的生活。但是听说那个学校呢，它是有地暖的，我当时觉得太奢侈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对，而且就基本上那个学校是非常，我很早就听说过，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校，叫做对，叫集美建赞民族职业学校。对，所以我就去那个学校，然后刚开始是去考察，之后就是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帮他们安装这些就学校的电子阅览室。然后因为
我们做这些工作啊，其实是要跟当地人有很多的接触的，所以其实我们会故意安排你在当地待稍微长一段时间，跟当地人打成一片，然后让他们信任你，然后这个对工作来说比较好开展。所以我们自己是叫做田野，就相当于说你告诉他你是谁啊，我家里谁谁谁是家人，爸爸妈妈是干嘛的呀，就给他们讲，然后他们也就会敞开心扉跟你聊。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工作方式，就是说好像比你们记者去访问要时间更久一点。对，所以我们会故意让这个项目做项目的人在当地多停一段时间。哇，很奢侈啊，其实是完全是融入式的哈。是，而且我当时呢，其实我的项目其实也不是说在学校里面教课啊之类的，但是我当时发现我特别有用，因为那时候你大学毕业了吗？对，我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基本上毕业之后第二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做那个田野调查，第二份工作就是去做那个。对，你正式工作其实是那一份，就是第一份正式工作算是我的。对，然后去那个青海了以后，那是2018年，对不对？对，1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那个学校。对，18年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发现我特别有用，因为以前我在别的地方实习过，我在学校实习过，我在这个精神病院实习过，我都会有一个小 trick，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很有用之类的，我就会帮大家解决这个技术故障，办公室里面总会有电脑不好使啊，我就会去帮他们捣鼓一下，然后把他们弄好。然后我当时也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是帮一个高僧修了一下电脑，然后把他电脑弄好了，哇，他就觉得我超厉害，然后就在学校的大会上面，说我，然后就搞得好多人都来找我修电脑，解决电脑的一些知识。所以其实我自己当时瞬间突然发现，哦，我其实有一把钥匙，我可以打开他们的门。因为其实很多我们以前机构派过去的人，他融入的不好，他没有办法和这个当地的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之类的，然后我们的工作其实就很难开展。但是我通过这个不经意间的这个修电脑这件事情，他们当时都不叫我的名字，他们直接叫我用藏语叫我修电脑的女的。修电脑的女的，对，我叫我那个修电脑的那个女的，她又来了，就是对，所以我就我无意间我突然觉得哦，这个是可以让大家相信我，大家去，而且我突然就因为我修电脑，所以我突然就是跟很多人很近距离的接触，因为那是其实一个男校，就是一个 boys school。哦，一个女生都没有。有一些女性工作人员，但是很少，大部分的老师也都是男生。而且它是个职业学校，然后你会看到各个年龄层的人是吧？它并不是，它是初中和高中啊。初中的话就是普通的，就是初中的样子，就是教科目也是跟普通的学校差不多，只是他当时都是全部用藏语教课的。对，然后他的高中才是职业教育的部分，但是他的大部分课也都是普通教育一样，但是他会有专业课，专业课就在大家各自去自己的专业课教室去上。对，然后是个全男生的学校。对，全是男生的学校。所以我刚开始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县城洗澡，因为我们那个整个学校没有任何的 shower 的地方，所以我每次洗澡我要开着车，然后开10几分钟的车去镇上洗了澡，然后把头发吹好了以后就裹着大衣，因为非常冷嘛，然后就回到宿舍。我发现那些学生全在看我，全部在那个宿舍里面一排的脑袋全部都在看我。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们这些学生什么情况？他们为什么那么奇怪？然后我朋友说，他说你要知道，你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自己的姐姐和妈妈之外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外面来的女的，而且还是有汉人，他们更是要好好的看一下你是还披头散发的这个样子，他们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你是什么样子。对，所以我当时觉得哇，这个让我其实会有一点不舒服，可是你后来觉得，特别是对他们的和尚，就是他们有一些学生是僧人，他们大概有1/3的学生都是僧人。对于很多僧人来说，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他们可能就是长到了10几岁，或者有的人是20几岁了，他们可能真的除了自己的家人女性以外，他们没有跟别的女性说过话。虽然我们对藏区、我们对藏人、我们的 Tibet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想象和幻想和向往，对，但其实是非常浅薄的，非常非常无知的，所以你当时看到的那个藏区藏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你也可以正好可以讲一下，就是你觉得像我们这样无知的汉人，大家都在没有注意到什么东西？我觉得
怎么说？我当时跟你一模一样，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一个 tech person。我当时特别，他们那个时候中文的互联网有一个词儿叫技术宅，那我就是一个标准的技术宅。我天天在家就是披头散发，然后就在捣鼓那些东西，修电脑啊，怎么换硬盘啊，我都是在搞这些事儿。对，所以我当时就一点也不，而且我从小学理科，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关于西藏的知识，我就是听同事会讲一些关于西藏历史，我就听到了，那我也不会去看什么书，就这种感觉。不，其实我们看了书，我还是觉得很无知。对，因为书它就有点隔着。对，就你没有见到活生生的人，是没有进入到完全另一种生活的时候。对，而且你自己的这个文化，对，跟他们是非常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按照你自己的文化的那个模子去看一本书，我觉得你可以理解到的那个部分，就真的只有很少很多盲点，而且很想当然。我这2天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觉得自己的无知和觉得有点歉意，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这个精力和机会，利用机会多去到藏区。当然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再讲，就是藏人他们走出来其实也很难。我们其实汉藏的这个隔阂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对，当然你还先讲一下，就当时你看到的藏区，当然18年和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了，对吧？对，但你当时看到的藏区和藏人，还有整个这个藏族学校，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藏语学校后来就被关闭了，对，这也是个很大的媒体的事件。你整个讲一下那个时候你感受到的这种。这个学校在青海的果洛，在黄河边上，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地方，然后四周其实没有什么旅游景区这样子，所以去那边的车都是，就我每次坐车都是。就整车人只有我一个汉人，对，然后它也是像是高原吧，海拔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呢，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本来就是云南人，然后可能就是比较黑吧，我不知道，然后每天就是看着，然后我当时身上会带一些藏人朋友送我的饰品啊、串啊，他们就觉得我可能也是藏人，只是年轻人不学藏语了，所以就他们跟我说什么我听不懂而已，对，但是我就是跟他们解释一下，他们也说啊，那你一个汉人女孩子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然后后来我就是有好多，我觉得我现在能够想起来的一个我可以讲这个事情，对，我现在能够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我有一次去阿坝。我那个学校呢，它是介于这个西宁和成都之间，这2个城市大家应该在哪儿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对，它是介于西宁和成都之间，所以我要去这个学校，我可以先去成都，然后再去那个学校，再或者先去西宁再去那个学校。我有一次是先从成都去的，然后就路经这个阿坝，然后我当时旁边坐了一个僧人，就是那种你知道电视里面裹着的那个僧袍红色的那个僧人，然后他们就让我坐边上，就坐他边上，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心里面在想。我会跟僧人离这么近，我会不会要注意什么？就是我有点紧张，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是有点紧张，但是我还是坐了。因为他们给我指定了一个位置，说你坐在这儿，然后我就坐在这儿。我们就一路开车就去了阿坝，因为去阿坝那个海拔一直在爬升。然后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在女士卫生间里遇到了这个僧人，然后当时就挺惊讶的。我说：“哎，这个僧人是个女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我的。”头脑里面的僧人那个样子的人应该都是男的，而且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性别的那个可以识别出来她是女生。然后后来我发现她可能是女生以后，我就看我说哦，她就是脸看起来要很清秀的一个脸，对，然后她一句话都不说，对，她就是看起来有点是难过。我会这样说，但是她也不跟我说话，所以我也不敢跟她说话，我有点害怕。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到了阿坝，然后那一路上那次是我之前有在别的地方有讲过，就是我在路上的经历，就是那次呢是阿坝的一个自焚的纪念日，也是3月份。3月份，对，3月份是好像是3月14号，还是3月17号、18号？3月10号是纪念日是吧？3月10号是拉萨的纪念日，然后后来一系列的发生的事情，自焚其实都是围绕着3月10号，大家想纪念这一天，结果一系列事情其实都是3月份在这个时间档内，所以就把3月份搞得非常敏感。对，它3月份是整个藏区最敏感的时候，所以很多人他们其实要去买东西，要去看病。
病啊什么的，其实那段时间要出去是非常不方便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一路这样往阿坝走，对，然后这个路上就会有人，你知道这个乡下都是招手停嘛，都是有人拦车，然后你就跟着一路上去，然后就有一个就我们叫阿架，就是一个阿妈，一个阿姨，她就上车了，然后就路上就好几个检查站，我们一共3、4个检查站吧，经过了，然后就有个检查站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就叫出来，然后就检查身份证，当时我觉得也没什么，就把身份证给他。但是那个就是路上上去的那个阿架，他没有拿身份证，他就没有带。然后那个警察居然让他走回去，就是你知道那个青藏高原是非常寒冷的，3月份是吧？那很寒冷，他居然让我原路走回去，我当时觉得这不对吧？然后所以我当时反应还是有点大，我说那没有带就没有带啊，谁出门都要带身份证。他说必须有身份证，就特别的蛮横。然后我当时我还被那个警察推了一下，我当时还被吓到了。然后而且我当时看到那个就是我身边不是有一位僧人，他也拿了身份证，然后就是他好像就被额外的多检查一下，就他们问话就问了他是什么，其实我当时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对，就有一个这样的冲突，然后那个阿架就被从车上拉下去了，他就没有跟我们一起走，我们的车上剩下的人就一起走。我当时心里面就很难过，你知道吗？那么冷的天，然后他就让他原地走回去，我就觉得你给他找辆车也好啊，是吧？对啊，然后那个阿架也没有任何的反抗啊，他就很难过，就很 sad，然后就这样，他也没有反抗，但是反而是我反应比较大，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然后警察就很想当然的走回去，还是说他是故意在羞辱？对，然后其实当时身边有一个人在拦着我，就是你不要跟警察发生冲突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在干什么，因为我确实当时有点不知道状况，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自焚纪念日。对，然后我们那个车就一路走，然后后来就到了阿坝，然后到了阿坝之后。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僧人他其实是我朋友的妹妹，对，是他们家的一个僧人。因为那个小地方嘛，我一路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的在那个村子里面传说，我拉那个阿架，然后差点起冲突，什么什么，就是很危险的一些事情。他们可能都在传我，突然来了一个外面来的女人，然后在做着这些事情，然后我才知道那个。他其实生病了，这个坐我旁边这个尼姑，她生病了，然后我们叫安妮，就是尼姑，我们叫安妮。对，她生病了，她自己一个人去成都看病，但是呢，因为成都的那个医生他是汉人嘛，他就听不懂藏语，然后这个尼师他也不会讲中文，然后那个时候的成都的医院呢，他不能接电话，就是一般你需要一个叫什么翻译员，也需要一个翻译的人，就打电话给你家人，会说中文会说汉语的，你就这样打电话给他，然后你就可以看好病了嘛。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成都的医院的那个医生他不接电话，所以他就没看成病，他就回去了。他还是很难受，他是身体不好，身体状况不好，但他也没看成病，他就回去了。所以我朋友他之后要送他去成都看病，就是要跟他一起去。可是就这样，他还让你坐在他旁边，他还在保护你。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安排我坐在那边，对，所以，但这个事情让我很惊讶，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我当时我没有来过美国，所以我不知道有这种医院的这种可以打电话的翻译这种事情，我当时的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那个医生不接电话？就我觉得接电话好像是举手之劳，是吧？对，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哇，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可以难到这种程度，是我很难想象的。包括那个被路上拉下车的那个阿架，我当时我心里面我非常的难受，其实。然后包括当天我在阿坝遇到的事情，我后来发现我其实是跟一群镇压阿坝县城的一群警察。就是成都来的特警，其实住在一个宾馆里面，对。然后我在大街上面走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那个藏区嘛，就是牛啊、羊啊，就是那个真的是慢悠悠的在大街上面走。然后要是车，就是堵住了车的话，车也不会 honk， 车就会让那个牛羊自己走到一边去，它才开过去，都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在那个阿坝的街上走路，我就觉得那个牛啊、羊啊，他们好像就跟我是一个世界的，然后剩下的人是又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不太搞得清楚状况，但是我能感觉到空气的那种紧张感，就是有很多抬着枪的警察，有很多士兵穿着那种
迷彩服的士兵，然后带着钢盔的那种。我甚至在一个大门背后看着了一个躲着的抬着枪的士兵，然后我觉得那应该是什么暗哨之类的一个人。他们还抬着枪，对，他们就是所有人拿着枪严阵以待的在看着这个阵子。对，有很多这样的人，而且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人坐在那种就没有靠背的塑料凳上面，拿一个那种保温杯，然后就放在地上，就这样看坐着，然后是便衣的那样的人。然后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们的公务员，然后他们很多其实也都是藏人，就是公务员，他们的任务就是盯着街上发生任何，比如说有人自焚啊之类的，他们就赶快冲上去处理这样子。然后隔一段时间，就真的没走几步路，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坐在路上。然后，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当时其实，特别的惊讶，就是我其实好像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处于一种我需要搞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需要搞懂当地的人他们到底在受到一种怎么样的压迫。因为其实很多像我的朋友，他其实当然他会说汉语啊，但是他的汉语其实是就是没有好到他可以把他的那种痛苦说出来的。因为其实没有一个场合可以让他说啊，他只是说很紧张，管得很严，很危险，你不要去。就只是这样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我们没有宗教自由。这个事情在中国的舆论里面就没有人教他说过这个词，他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个词吧。就这些东西都是我在我后来的旅程当中，我慢慢的在这个世界的别的地方找到的。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可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所以其实我后来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是在我解答我那次旅程的那次遭遇的一个过程。其实听了我都觉得很难受，我就觉得人为什么要这样活着？就是为什么有另外一群人在一起在一种另一群人会觉得他们是完全不自由的状态下，可以一直这样去。对，而且我那个地方离我家其实不是很远，都是在西部嘛。然后我甚至我的方言跟他们方言非常近，我们云南话和四川话非常近。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然后后来有人跟我说了那个自焚的事儿，然后我当时就跟别人开玩笑。我说我一直以为那是 BBC 捏造的新闻，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离我那么近，就是在我工作的路上就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我很难想象。你后来知道的，就是你走过的街道，你接触过的人，其实他们经历着那样的事情，你发现了什么？对，阿坝其实是藏地的那个自焚之都。如果你去网上搜那个自焚地图，你可以看到，就是阿坝其实是非常密集的，就是有cross the year， 就是每年都基本上有一段时间啊，每年都会有好几个自焚的这样的人。对，所以阿坝算是藏区里面比较传统保守，而且这些人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有抗争精神的一个地方。对，这和当地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有关系，同时呢也是跟当地的这种佛教的文化有关系。对，然后当然我的朋友他会跟我说一些，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就是越反抗的地方，其实他受到这种压迫是最多的。所以它其实最苦难的一面，它都是在，就是我以前说过，就是我说我在无意之中踏入了藏地最伤痛的一段历史，是这样子。对，就是我觉得在阿坝那个地方，那就是我刚才讲到，我们那天我到了阿坝，那其实是一个自焚纪念日。为什么他们那么紧张？所有人都把那个枪端好啊，那么紧张。其实他们是害怕再有人自焚，因为他们的自焚他们自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制造新闻，让国际社会声援洗澡。对，他们是为了，所以自焚，当然这个我们以前在电视上看见过，但还是你要讲一下，就是他自焚他是认真准备的，然后是一个仪式，还是就是很随机的，还是他认为这是他唯一一个可以就是献祭自己的方式？这自焚到底是个什么？这个自焚呢，就是海外的藏人是完全没有想到境内的藏人会这样做的。他们当时其实发了很多的信，达赖喇嘛发了很多的信，请大家不要再这样做了，因为太惨烈了。对，因为08年之后的这个大镇压，314之后的这种不断的抓人，抓了非常多的人，然后街道上面也死了非常多的人，然后大家非常的害怕自己的藏语、自己的民族文化会这样就被汉化吞噬掉。而且他们就觉得达赖喇嘛年事已高，他回来遥遥无期，他们一定要做一点什么，能够希望国际社会能关注，能帮助西藏。所以他们最开始自焚的人，他们都是会
基本上每一个自焚的人都会大声的叫，他说达赖喇嘛一定要回到西藏，然后我们藏地一定要自由，就是会喊 Free Tibet Pagelo 就这样子，就是他们会说西藏必胜之类，就是为他们民族而去呐喊，对，然后他们也是会做一个准备的，就是他们会自己吃下一些可燃物，他们会吃进去，然后会在外面身体上浇那个汽油，对，然后就是相当于说点燃自己的内部，就是从内部开始燃烧，然后自己身上就会马上开始燃烧，这样就救不回来嘛，就会死，就会死得彻底一点吧，对，然后当然可能每个自焚的人呢，他的那个自焚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听说的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而且好，他们还都写遗书，就是他们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很公开的、很郑重的，对对，真的就是最后的反抗了哈。对，他们觉得很多人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反抗了，因为他在那个藏地，你知道藏人他是非常非常难出国的，对，他们获取护照是跟我们这个普通的汉人是没有办法想象，不是一个难度级别的，对，他们没有办法出行，然后他们到汉地生活，他们会非常的不习惯语言文化，就是大家都出过国，你刚到美国的那个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他们每天都在经历，对，然后也没有办法出国，比如说去印度，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遥远、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甚至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去拉萨。对，因为他的身份证都有特殊对待，是吧？对对，特别是僧人是非常难去拉萨的。对，因为314之后就这样管得非常非常严格，因为主要是害怕他们到拉萨去抗议，所以很多的僧人因为他的身份证上都是有这个标记，说你是一个僧人。对，所以你要是他的身份证会有什么标记呢？还是只是一个那个码？应该是一个电子的码。对，但是他们是有僧级的，就是每一个僧人他都是有一个僧级，就是籍贯的那个级。对，只要你那个就是要买一个去拉萨的机票，他们派出所人就会来找你说你要去干嘛。尤其现在所有的买票都是实名制了，对吧？对对对，你要拿出身份证。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很多人不能去拉萨，这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你想，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出行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当时你看我在那个学校工作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比较重要的老师，他也是一个文化名人，也是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诙谐幽默的人。汉语讲的也很好，对，他经常跟我用汉语开玩笑，开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他。他动不动跟我就是嬉笑怒骂，然后我说他怎么样，他说你不要这样说，我们出家人不打妄语。我说天哪，你这句话是在哪里学的？对，那他一个这样的幽默的一个知识分子，他整个3月4月都是没有办法出行的。他的身份证就直接被 took away， 就是被别人拿走了。所谓不能出行，就是身份证被拿走了。对，什么人会直接来拿他的身份证？就是管他的那个人嘛，就是他管他的国安警察、国保之类的，对，就是管他的那个人就把他的身份证拿走，就防止他到处乱跑嘛。因为藏地那个时候都是你去哪儿都要身份证，所以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哪里都去不了，你就只能待在家里。天哪，可能是我们在美国待的久了，就是都忘了，就是其实中国早就进入了，就是中国之外的人可能都不了解，不光是我们现在在美国不了解，可能我相信其他的国家的人也理解不了，就是中国的这个实名化电子监狱到了什么程度？你稍微讲一下，就是这个出行的不自由到了什么程度？对，因为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了了，已经。在比较严格的县，就比如说这个县以前发生过自焚，发生过抗议啊，比如说围攻过警察局这样的县，他们是管得非常严格的。然后你比如说进出县城都是有好多检查站，就是在路边说拦下每辆车，检查车里的人的证件，检查你比如说带了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检查站。那这样其实是比较非常严格的风控，因为你在藏区海拔那么高的地方，你基本上只能通过汽车的方式到处行动。然后如果是你没有了身份证，你基本上就是很难，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阿架被拽下车那种事情，对吧？就是你如果是没有身份证，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出行的。你去买火车票也是需要身份证的，然后你去买汽车票、买飞机都是需要身份证的，所以你没有身份证，你就基本上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对，所以刚才像你说的，学校里的那种老师，真正知识分子，但是3月4月就。对，他就待在家里，他说这段时间我就是被软禁的一个状态。对，他说还好可以上网。受到这样的
对待的人多吗？还是所有的藏人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我觉得是有很大一部分是这样子的。当然，很多藏人他比如说是公务员啊之类的，其实就是藏人很多人是做公务员的嘛，他们肯定是相对来说更自由的。所以就取决于你有多服从，你有多跟这个汉政府对合作。所以其实我当时很明显的感觉到，在我在的那个藏区，我们说安多藏区，它现在的甘肃、青海还有阿坝，就是四川的阿坝这个部分我们叫安多藏区。你会讲中文是一种特权。如果你出门，比如说去寄个快递，对，特别是每次检查站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只要说中文，他们对我态度都会好一些。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会说中文，你去办什么事儿都会容易一些。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经常我朋友就会带着我去干个什么东西，我其实也就是帮他说1-2句话而已，但是他又觉得会方便很多，但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话就会很麻烦。但他们都是说藏语的，对，他们会说简单的中文，这是个悖论。你只有用汉语，你才能相对正常的生活，所以就变成了让藏人必须去学汉语。对，但其实他们是不需要说汉语，也可以在他自己的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是可以的。可是你如果是要去接触，比如说跟公家办事、去缴电话费这样的，就是基本上都是汉人开的这种小卖店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还是说汉语还是非常有用的。对。所以，特别是在大城市吧，我觉得好多我认识的朋友，就是因为我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会讲汉语，他经常去大城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陪着他的某一位亲戚去买个车啊、办个事儿啊之类的，就把他带着，然后当翻译这样子。对。那反过来讲，因为我知道你接下来我们要专门讲，就是你要专注做华语、做汉藏的这个关系的修复，但是在藏区你看到的情况，就是汉人会自己觉得有一种阶级优越感嘛，就是基于种族的这种不平等。我觉得汉人是分的。像我这个朋友，我会跟他们聊，我说你会不会恨汉人啊之类的，我会跟这个藏人朋友聊。我觉得他们自己其实他们自己也是分的。对，他们会觉得这些做生意的汉人没有什么关系，就很喜欢跟他们聊天，插科打诨啊这样子。开火锅店的那些阿姨啊什么的都挺好的。对，但是他们是不喜欢干部的，就是不喜欢这些汉人，就是在藏地当官的这些干部，他们就把他叫干部，他们会有很强的这种敌对的心态。我觉得至少我当时的那个状态是这样子。对，当然也有一些藏人干部，对，但是他们我觉得总体来说，当你成为了体制的一部分以后，很多人就会觉得你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会有那反过来那些干部或那些汉人，他们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就是统治阶级吗？我说实话，我没有直接接触过这些官员，就是这些汉人官员，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是最好让他们不知道我的存在，这样这样我比较安全。因为虽然我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他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们在干嘛的话，其实会给我们惹到很多的麻烦。对，所以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宣称我是在当地旅游。对，我其实是在当地旅游，我就是来这儿看朋友之类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会安全的多。对，所以我其实我是在刻意的避免直接的接触他们，但我非常清楚他们有自己的那个小圈子，就是在藏地当官的汉人和回族人之间，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对，经历了这个藏区的这个，但是你当时可能也没有反应过来，这要成为你后来你的置业，然后你又干了啥疯狂的事儿？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我当时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我当时我可以跟你讲这个，我当时很想做一个研究，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研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啊，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就是非常反动的一个议题。对，我当时就是突然觉得，因为当时在藏地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不允许和尚出家。对，藏人啊，他是大家族，一般都会生很多小孩，我觉得3-4个小孩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们生最好是五六个小孩。对，然后一般家里面比较聪明的小孩呢，大概在这个11-12岁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你要不要去做和尚。对，然后他们所有人都觉得做和尚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些现代了，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
认为，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上升的道路，就是说你 either 去做和尚，或者是你去念书，你去念和尚，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佛学院，或者你去念书就是考大学，那这些都是做成知识分子的一个方式，对。但是你需要做一个抉择，就是因为他们这样跟我讲，他们说你这个小孩子大概11、12岁，你可以看出来他到底是不是读书的料，所以你就可以跟小孩子聊，然后小孩子自己也会意识到说啊，我以后好像不是很喜欢像我妈妈一样每天就是这个爸爸妈妈一样每天过这种俗人的生活，结婚啊生小孩，我对这个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很喜欢看书，我是个书呆子，我很喜欢念书，我很喜欢就比如说辩论，对吧？那我要不要去做和尚试一段时间，或者去念书？就我觉得他们会面临一个这样的选择。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家里有5个孩子，那他们家有2个和尚，一个尼姑，一个和尚，对，剩下的3个就是普通的俗人。然后他们这3个俗人，他们就亲近自己的，就很早结婚。我朋友他好像18岁就结婚生小孩，然后就很快的结婚，然后安家立业，然后赚钱，就是供养他的应该叫弟弟妹妹啊，这些就是去做和尚的人，就是一辈子都会去供养他。然后他们这些僧人到了寺院以后，也是去他们对应的家族的那个院子里面住，他们那个家族可能就是他的阿姨或者是叔叔来做他的老师，做他的师傅，教他怎么念经啊，教他怎么做一切的事。因为小孩子刚开始去寺院，其实就还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得怎么照顾自己。其实你到寺院去也是在自己的家里，只是你家会有一个就知识分子版的一个家，然后你会在寺院里面有领到一份你应该做什么，比如说你会在寺院里面那些和尚他是有分工的嘛，他有的人是专门负责什么祭司的和尚，专门负责念经的和尚，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分工。那这个时候你去做和尚了之后，其实你还是在一个就是藏人的这个知识，应该叫藏传佛教的这个知识分子的序列里面，然后你去选择一个，或者你被选择一个你未来要做的一个事情。对，所以当时我们藏地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我身边所有人都跟我抱怨的主要的点就是他们现在不让小和尚出家了，就是比较小的那个11、12岁的和尚，他们不允许你出家，他们一定要让你在这个学校里面上完9年制义务教育，然后你最好是成年之后再出家，或者是你拿到9年制义务教育，拿到初中毕业证了你再出家。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想生孩子的数量？就是因为如果比如说我生5个小孩，但是我的小孩里面只有3个人他会生孩子，那我就会觉得就是多出来那个2个小孩去当和尚了，就是我们供养他，那这个人口的发展就是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可是如果是都不允许任何人出家的话，那我会不会就不想生那么多孩子？就是在这个女性在生育的时候，而且如果是你在大家庭待过，你会知道，就是农村里面很大的一个话题就是儿子会分家。对，就是如果是你生越多的儿子，就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矛盾，是不是？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话题。所以我在想，那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家庭结构的改变。那如果是有这样的政策，会不会影响每一个人的生育的这种看法？然后这个细微的点，我当时觉得我很想去研究这个点，所以我当时跑到美国来，也是想通过这个去做一些研究。我的一个问题是因为这个去佛学院、去寺庙里去做喇嘛，这个本身就是他们学习语言、学习文化，这个传承的一部分，就是他的知识生活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建构的。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一个是它会整个影响这个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是不是还生孩子？它其实也在让更少的人进寺院。我以我的媒体人的这种邪恶之心，我第一反应就是他这是有计划的，不让大家去学习藏语，不让大家去做文化传承，然后其实就是在抹除藏身份。是这样吗？对，它是一个是要控制寺院的人口，对，寺院的人少了之后呢，这个就他们寺院能够收集到钱，这个供奉就少了，它就在削弱这个寺院的这个实力。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寺院啊，在藏人的这个生活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在美国遇到的这些回光藏人，我问他们最开始他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你们那么多人都跑到这个地方，好多人都说哦，是因为是哪个活佛过来了，然后我们是他们家的
这是我们家的活佛，然后所以我们最开始就来找他。然后就坐在这边上，然后后来就是投亲靠友，这个社群越来越多，他们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对，所以寺院他们在他们生活中不仅仅是像我们汉人觉得哦，这是一个我们去拜一拜的一个地方，一个宗教的场，他们很多时候是很亲的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民族宣传叙事里面，好像当然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我跟很多就是在汉地长大的汉人聊过。他们好像把这个喇嘛搞得就好像是他们是妖魔鬼怪，然后他们好像就是有特权的一群人，然后他们好像还会什么人骨法器之类，就是有一些妖魔化的宣传。但是我刚才我详细的讲，就是其实那些和尚很多人是他们自己的亲人，就是他的哥哥呀、舅舅呀、妹妹呀这样的人。那对啊，那是他们供奉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权的。当然有一些贵族了，就是在旧西藏是有一些贵族的家庭的，对，人之间是会有这个应该说贫穷和富贵的这个阶级区分的。但是并不是说你做喇嘛了，然后你的身价就提升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有一个在整个这个汉，就是这个你说党国文化也好，整个这个汉为主的这种大一统的这种语言环境下啊，就边缘化，觉得你们不存在，把你们就想当然。二是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汉人是不是有一种下意识的优越感？就因为他不尊重嘛，他也不在乎你。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正也想听你的，就是喇嘛。还有一个，因为它是宗教，所以宗教又被长期的妖魔化。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到现在都是觉得不要，对，他是信什么什么的，好像就是他是另一类人，就一直在妖魔化这个信各种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这几个原因下来，我这两天真的是又是处于这种汉人的这种有罪感。我每次面对其他民族的人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有罪感。当然，我们还会再讲，就是这个系统性的有罪，我们个人也逃脱不了，但是也不用去辩解，但也不能全针对个人，还是要去改变体制。所以我想听你说，就是继续讲这个的原因是，现在回头看你在中国的这种经历，就是这种冲击，你能感受到我们所有这些汉人的这种无意识吗？还是？然后这种无意识，你愤怒吗？因为我现在回头去看，有的时候我会对整个中国境内的这种，就是所有人都是被集体无意识的去想当然很多东西，没有反映到哦，其实它是不公平的，它是有压迫的。我们如果是汉人，你们经常你可能在网上会听到的一个就是矫不矫情啊，大家都是一样受压迫的。很多这样。对你们干嘛专门去关注？还有的人会说啊，他们少数民族还有各种优惠政策呢。就是我们的生长环境里没有意识到，其实有大量的我们没看见的压迫和不公平在存在。所以你现在回头去看，你觉得这种有没有这种集体无意识？然后它是不是要往下改变的你的一个动机呢？当然会不会让你觉得很无力呢？我当时在藏地的时候，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我自己在藏地的时候，当时最大的感觉是一种无知，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外来者，我进入到了一个基本上全是藏文，全部是所有人都是藏人。他们，你知道，我当时在学校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我找我的计算机教授我都找不到，因为它上面所有的牌子只写藏语，然后藏语又很难打字，就是我用手机下了藏语的输入法，我在学藏文。但是我要把那整个字打下来，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困难。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有一种我在修行、我在学习的感觉。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比较 humble 的一个状态，比较谦卑的一个状态。对，但是我在藏地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包括我遭遇了他们的不公，我目睹了不公，然后我目睹了他们很多人给我讲他们家里的事情，包括他们自己的愤怒的东西以后，我带着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去看了一些书，等到我就在藏地住了一段时间嘛，然后当然会有一些生活的不习惯啊，然后我回到汉地，其实回办公室，就是我们那个机构的办公室，回云南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变得跟周围的人完全不一样。对，我发现我有了愤怒，周围的人觉得啊，
没事啊。对，我突然发现我变得很陌生，我发现我变了，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变成了我故乡的陌生人。然后我有一些少数民族的朋友，他们是别的民族的，我跟他们说这些事情，他们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共产党不就一直这样吗？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一直都是如此。对，但是我在藏地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一个，我觉得我的学生的眼里面，他们是有那种骄傲的，他们是有对他们文化的极度的那种 proud 那种。对，那个时候我内心，我当时不知道用什么形容，我当时借用了反而自卑了是吧？我当时借用了习近平的一个词叫文化自信。我觉得是的，你反而进入了一种自己的自卑。对，但这个是很谦卑的感觉。是的，我当时就觉得我迷失了，我到底是谁？就是我好像不是我曾经那个我了。我知道了太多关于西藏的事情，而且它都是那种完全没有预备的。它不是说你上一个西藏101，然后你去了解西藏的语言文化历史，有人跟你讲，不是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把你当朋友，他就是带你出去吃饭，然后一边哭一边跟你讲他们家。就那些悲惨的过去的历史，有人跑到印度多少年打不了电话，就是那种事情，你突然就，然后这些事情，我突然发现它在我的心中是有烙印的。然后等到我回去汉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我在藏地的时候，它有点像在美国，就是我在藏地的路上走去转那个经筒啊什么的，我看到老太太了，他们会点头会打招呼，我们会叫 demoing， 就是就好像你好，就是会说，不管你认不认识他都会这样说。对，所以我习惯了。所以我刚回到汉地的时候，我跟我们小区的每一个人都这样。然后我妈妈说：“你是不是有毛病？”对，我当时就说，好像他们，我就有点，因为我在家里。我基本上大学一毕业就是做那些工作，就是不停的出差这样子。我很少在家里常住。我在家里待了久了，我就是觉得，天哪，我跟我身边的世界非常非常的格格不入的那种感觉。我的想法，包括我当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格格不入的东西，我就会发现我身边的那些人好像他会以他的价值尺度是唯一金钱式的，就是什么东西赚钱，我能够拿到更多的利益，我只要算计好这个事情了，那这个事情我就去做。但是藏人他完全不会这样子做，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我好像也我是可以同时理解两边，然后我自己就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到底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尺度去判断我这个事情的好坏。可是我就觉得我很迷失，我就是那种真正的叫什么身份危机，我不知道我是谁了。但后来我做了停藏会以后，我们会说啊，我们是精神藏人，或者其实。你才是好的人的样子。对，你刚刚说的特别好，我们认同危机，祖国的异乡人，对吧？就是自己故乡的异乡人。对，而且你突然觉得我熟悉的那么多的人，他们说的话听起来那么的陌生，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说，为什么你大学时候没有入党啊？你这样找工作会容易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为什么我会要因为找工作容易一点而去做一件让我觉得无聊到透顶的事情？就你也不认同他们，他们可能也不认同你。对，然后他们也不为我 What's wrong with me？ 他还觉得你有病，觉得你这么对，而且他们就觉得你为什么这个天天想着到处乱跑？为什么不能就好好的稳定的生活，然后去上班啊，朝9晚5的生活？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开始重新思考，人到底应该怎么生活？因为我当时在的这个工作的机构呢，它其实是有一点环保的机构，所以它其实做很多生态的这个项目。所以我突然发现，我们汉人的这个世界，它是高度的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它很多的发展的逻辑，它是完全不考虑这种和整个这个生态系统的，这个叫什么？合作。天哪，和谐，我不想用这个词，又被毁了一个词儿。对，我不想用这个词。我知道，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儿了。对，就是他好像没有考虑过你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对，就比如说，我当时做过一个纪录片，就是帮着他们做过一个纪录片的发行，就是他们在草原上面，很多草原都是在退化。所以他们在需要用摄像机记录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拍了那个草原退化的过程。然后他们就是去拍那个有一个小动物叫鼠兔，对，那个鼠兔呢，它就很喜欢在这个草原上面打洞，然后吃草，然后就做坏事。长得又像老鼠又像兔子，是吧？对对，大就是这样的兔对老鼠，就有那2个大牙齿那种。然后
这个我们政府他就铺开，他就希望我们把这个鼠兔它不好，我们就把它全杀了，然后就从这个澳洲还是反正就国外引进了这种毒药。去毒害这个鼠兔，然后去找了这种生物科技的这个专家，然后花很多钱，然后买了非常多的这种毒鼠兔的这个工具，然后付钱给村民给牧民，让他们去这个草原上面设这种毒药的这种 trap， 这种就是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就会死掉的这种 trap。对，然后就因为你知道咱们国家很有钱嘛，对不对？然后就买了非常多的毒药，所以就是一瞬间这个鼠兔全部死了。天，对，然后就大家以为这个草原它就和谐了，就和谐了，就好起来了，对吧？然后可是事情完全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就是鼠兔死了之后，它的天敌就是吃鼠兔的尸体，然后导致它的天敌全部闹死了，然后导致鼠兔变得更多了，因为它们没有天敌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他们的天敌是很难你再去找到他们，就是把他们培育出来。这个野性的这个天敌是很难找到，老鹰啊，包括这个雪豹这些就都死了，所以就导致鼠兔更多，鼠兔成灾，然后你要杀他们根本就杀不完。然后当时我们的一个村民呢，他就拍了就是在草原上面传统的这些游牧的这个村民，他们传统对待鼠兔的这种方式，和这种外来的专家之间的那种冲突，和他们怎么去通过这个焦点事件，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鼠兔成灾这个事件，然后组成的那种村民之间的小组，大家看来这些人他们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他们不会讲中文，他们没有上过学，不知道什么叫生态学、生物学，不知道。他们很自然的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对，但是因为他们放牧放了几百年了，对，他们懂的东西，他们，而且他们的寺院体系里面是有这种喇嘛，是专门他懂得这个土地天文地理，他们都学这块 specific 这块特定的土地是要如何处理人和自然之间的边界，他们是有一整套这样的。天人合一的一套的生态学，他们有他们那个版本的生态学，但这个生态学很遗憾没有纳入到外来专家的那个版本里面，所以我们去拍了很多纪录片去描绘这样的冲突，然后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对，我们就希望，我就觉得要是我学校里的学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事情里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对，而且我那个时候认识了很多藏人知识分子，我当时发现了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是想不出来的，我今天做节目我一定要说出来。就是很多人都说藏人他可能他的科技不够发达，对吧？他教育也比较落后，医疗也比较落后，然后我们过去是给他们扶贫啊、支持啊，对吧？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现代化和汉化的一个区别。对，就是当我们让他们更现代化的生活的时候，我是让他们更像汉人一样的现代化的生活，还是用藏人的那个方式现代化的生活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对，我觉得我们在比如说给他们一些资助，让他们有更现代化的教育的时候，就包括我当时在那个学校，那个老师在自己做探索，说哦，理想的藏人的平民化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他才会把僧人和俗人都混在一起，然后因为他认为那样是他们藏人的现代化的教育方式，但是我们不行，我们觉得这种学校一定要关掉，就是我们的政府他们觉得这样的学校一定要关掉，因为你的那种现代化不是我认为的那种现代化，我认为现代化一定要是我这种方式的现代化，而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你们汉人的现代化。那我觉得这种民族之间的不理解和冲突其实是这两个词语造成的。我觉得我真的很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让大家去回想，就是我们以前自以为是的把藏人从贫穷落后当中解脱出来的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在让他们现代化，而是让他们脱离原来的社会，让他们像一个城市里的汉人去生活。但是那样的生活并不适合草原，并不适合藏地的人啊。而我们如果强行的让这些人就学到了这些东西后，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回到他们的草原做一个骄傲的牧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未来要面对的